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大山里面，看看我身后是什么？一个人，另外一个是野人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湖北有个神农架，有关于野人的传说。这里呢也有个野人洞，听说在上个世纪啊，这里发生了野人和当地村民搏斗的故事。那身后呢，这幅我们说的塑像，就是展示那个时候的事情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去这个野人洞里面看看当年野人生活过的痕迹。看资料说里面还有野人的卧室啊，现在就准备去看看。整个这个野人洞大概长度啊是2公里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野人洞里面了，一进来啊，发现这边非常潮湿。它这里面呢，相当于也有水的，就是有地下暗河，里面呢都是狭小的洞窟啊，非常潮湿。那么如果以前这里生活的野人可能就是从里面进出的。里面呢，可以这样说，洞中有洞。我们一直往前走走看看，还有很多钟乳石。你假如说这些地方没有这个灯光，漆黑无比，大家敢不敢走？像这些现在都是灯光，像以前的话，他们可能在洞里面烧柴火。这里属于擂鼓厅，就是说啊，野人嘛，也是一个群居的。他如果相当于我们现在有客人来了，也要迎宾嘛，那就是说在这里击打鼓、捶鼓迎接客人到来。在古代嘛，如果是比较贵重的客人啊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都是比较隆重的。你像我们打个比方说，有些地主啊，他那个大门或者有些官员大门平时是不打开的，那比较好的亲朋好友或者比较重要的客人来了，那有可能那个中门就会打开。那这里也是一样的。那野人也有伙伴吧？打个比方说，神农架的野人来了这里，他们防线的这个野人洞的洞主呢，就会下令迎接他们。大家说是不是这样？我猜想应该是这样的哈，挺好玩的。然后上面呢有很多钟乳石，各种各样的展示的。那这里面呢，一直往下走，等一下看到更好玩的，就是跟宫殿一模一样的。它这些钟乳石现在呢仍然在生长。很壮观吧？这里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溶洞。假如说当年这里住了野人的话，这里面呢估计非常多啊。因为野人一般也不会是一个人嘛，人类一直以来都是属于群居生活。那么很多人会说，这个洞里面没水怎么办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在这些地方里面的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，而且有很多地下暗河。等一下，我们能够进一步的看到，这里就是地下暗河。那这个河流旁边呢，就非常有意思了。这里面的水还不小呢。来到野人洞，最重要的就是看野人寝宫，就是野人的卧室啊。在我们前方这里就是啊，他野人寝宫呢是相传野人王接待宾客的地方。我们刚开始说他那里有擂鼓接待客人嘛。那这里呢，就是野人在这里我们说的吃饭聊天，坐在一起相谈事情。现在去看看，这里呢还是挺宽敞的。这里呢就是传说中野人的寝宫，相当于是野人的卧室。那么相对而言，能够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肯定是野人的首领，就是野人王，不是普通的野人呐。普通的野人是没有资格的。相当于这就是一个宫殿嘛，野人也好，土匪也好，我们看了很多，那自然而然的话，他们首领居住的地方肯定是不一样嘛。那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不是像一个房间、一个宫殿？上面这些钟乳石是不是像我们说的床头帘，还有那个窗户的窗帘一样的，非常形象啊，都是一样的。那这个呢，不知道经过多少万年形成的，可能也是上亿年。然后寝宫就在这里，那下面这一点呢，我估计应该是野人呐，他的朋友来这里谈事情，在这里喝茶的。因为相对来讲的话，这个野人寝宫呢，是野人王接待其他野人首领的。打个比方说，神农架的野人首领来了这里，那他们肯定商谈事情，开个玩笑说这块地盘是你的，那块地盘是我的，那么可能就在这里相谈。那上面呢，可能就是
野人休息睡觉的地方。看看上面是不是非常与众不同？那里有一个张开大口，有点像电视经常演的那个食人花吧。然后里面还有其他的像贝壳等等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我感觉太有意思了。野人确实很会选择地方啊。那你像旁边这个地方还有点火苗，当然现在是用电带动的。那么在很早以前，如果野人居住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电，他们是不是也是在这里点柴火？经常看影视剧中，像那个地牢啊、地宫啊，也是有光线的，那可能就靠这个来演绎、来点亮的。大家猜想是不是？整体这里确实是五光十色，非常好看。那么旁边这些钟乳石有大有小。看完了野人寝宫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里还有个幸运门，就跟我们说的翻身路一样的，走到这里是不是非常幸运呢？幸运能够遇到野人吗？当然这是开玩笑。看看这里面的水流还挺大的，一般在这种大的溶洞里面呢，都是有地下暗河的，而且这个水啊，一般都是冬暖夏凉。它这个水基本都是天然的这种溶洞里面穿出来的，相当于就是一条河流，这可不是人工开凿的啊，它本身就有。看到这里像什么？有点像原始森林，很多树木。那这里其实呢属于钟乳石，这是整个野人洞里面最集中的，基本上大部分还在生长，确实非常像吧。那有些呢有点像萝卜，你看这个典型的像萝卜。那有些呢像一根竹竿，还有些呢被称为那个石笋，非常漂亮啊。所以大自然确实是与众不同。这里有个钟乳石还在滴水，那当时野人喝水会不会这样？这样喝水是有可能啊，我这样猜想的，因为这些水啊一直会滴下来。里面的空间非常大呀，整个这里长度的话2公里，所以野人当年在这里面嬉戏游玩还是非常热闹的。因为它这里是一个群居的嘛，在里面估计生活了很多人。这里比较狭窄，其实它这个野人洞不是那个一个出口的，因为它上下2层，从这里进去能够从半山腰出来，所以也相当于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嘛。假如说野人遇到其他紧急的事情，他们可以从后山相当于爬出去。马上又到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一方，相当于我们经常说的澡堂子。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野人沐浴的地方，空间很大呀，有可能100来平米吧。相传呢是野人们洗浴的地方，就是很多野人呢在这里洗澡。那么这些呢，相当于是梯田形式的，就是浴池。可能北方人比较了解，有澡堂子，南方是比较少的。然后水呢，就是从上面流下来，所以大家想一想，这地下暗河的水有多大呀？你看看，飞流直下3000尺啊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？这个里面的那个水池都非常大。那么最上面有一个大的浴池，我估计就是野人首领洗澡的地方啊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充满了很多关于野人的传说。夏天如果在这里洗澡洗浴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现在冬天的话，这个水有点冷，就不太合适了。再看看对面这个钟乳石，漂不漂亮？有点像蘑菇，有点像花朵。现在来看看野人洞到底有多么狭窄。你像这个地方，人要这样缩着过，一不小心就碰到头了。它整个野人洞里面很多地方都这样狭窄的。那如果像以前，那么看外面的资料说，2米高的那个野人怎么过呢？估计要爬着过。在野人洞逛了这么久，那么野人的踪迹到底在哪里呢？在这个上面有一些野人的脚印，这个好像是通过专家考证过的，有大有小，大家看看像不像？在很多资料中描述，野人长得是非常高大，而且身手敏捷，
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树下，就是野人打猎回来。因为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嘛，他们的生活物资主要是靠狩猎，那狩猎的工具呢，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木头，还有一些石块等等。